这就是爱因斯坦的故居。能想象吗？这个小房子，就是人类最聪明的人之一。你看他应该在这个小的阳台上、小破 o 上也接待过朋友吧？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一天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办公室秘书的电话响了，听懂那边的人要找院长，秘书告诉他院长不在。那人又问能否告诉爱因斯坦博士的住宅地址，秘书很有礼貌地回绝了。不料对方压低声音说：“别跟别人说，我就是爱因斯坦博士，我在回家路上，可忘了家里的地址。”这段有趣的事儿是院长的儿子后来讲的，可能有些夸张。现在到普林斯顿参观的人都知道，位于梅瑟街112号的这栋小屋就是爱因斯坦的故居。从1935年到去世的1955年，整整20年，爱因斯坦一直住在这里。1933年，纳粹德国开始大规模打压犹太人，甚至有消息传希特勒开价$5000刺杀爱因斯坦。而世界很多知名大学，包括牛津大学、加州理工，都邀请爱因斯坦加盟。正在筹备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更是积极。当筹备人问爱因斯坦如果接受邀请，希望一年的薪水是多少时，爱因斯坦说$3000应该可以过日子了。结果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开出了$15000的年薪。当时正处大萧条时期，美国家庭的年收入是$1500。再问爱因斯坦办公室需要什么设备，爱因斯坦说一张课桌或桌子，一把椅子，纸和铅笔。哦，对了，另外需要一个大的纸篓，我用来扔掉我所有犯的错误。到普林斯顿后的第2年，他们买了这栋房子。房子建于1838年，面积有300多平方米，但里面只有1间卧室和2间浴室。在沃尔特·埃萨克森所写的《爱因斯坦传》里，对房子的描述是这样的：这是一幢装有护墙楔形板的朴素的白房子，房前小院通向镇上一条景色宜人的林荫路。梅瑟街112号注定要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家宅之一，不是因为它有多么奢华，而是因为它是房主的完美象征。和晚年的爱因斯坦一样，这幢房子朴素大方、迷人可爱。它就坐落在一条主干道上，因阳台的掩映而不致太过显眼。客厅很朴素，里面堆放着笨重的德国家具，虽然经过多次搬迁，这些家具一直没有丢掉。1楼的小图书馆是秘书杜卡斯的工作室，他在这里处理爱因斯坦的信件，负责接听家里唯一一部电话。爱因斯坦的办公室在2楼，后墙上装上一扇大落地窗，窗外是一个郁郁葱葱的后花园，两边的书架一直顶到天花板。屋里正中是一个大木桌，上面堆放着论文、烟斗和铅笔，还有一张安乐椅，爱因斯坦可以坐在那里写东西。墙上挂着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的画像，当然还有一幅牛顿的，不过没过多久他从钩子上掉下来了。此外还有甘地的画像。在同时投身于政治和科学的爱因斯坦心目中，他现在是新的英雄。陈列出来的唯一奖品是爱因斯坦在伯尔尼科学协会的会员证，证书外还加了框。除了家人，家里渐渐也住进来一些宠物。鹦鹉碧波大病小病不断，小猫名叫老虎，还有小白狗奇科，偶尔会惹出麻烦。这只狗很聪明，爱因斯坦说，它很同情我，因为我收的邮件太多了。正因为此，它会咬邮递员。眼前的这所房子和主人有很多有趣的故事。1937年的一天，美国著名的黑人女歌唱家玛丽安·安德森到普林斯顿演出。爱好音乐的爱因斯坦不但听了演唱会，还护送安德森到小镇预定的那所小旅馆，但旅馆经理只坚持接待白人。在场的爱因斯坦非常气愤，当即邀请安德森到他家来住，并拿出香槟招待。爱因斯坦说，我自己作为一个犹太人，能理解并同情黑人，作为种族歧视的牺牲品，他们有怎样的感受？
安德森后来回忆，爱因斯坦说：“你能来，我们非常高兴，欢迎欢迎。”以后18年中，安德森每次到普林斯顿，不论是休假或者开音乐会，都住在这里。这是1951年5月13日，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戴维·本·古利安拜访爱因斯坦。古利安事后告诉记者，他们讨论的题目包括相对论、自由和希腊哲学，但表示我们没有讨论政治。不过还有另外一个版本，说古利安是来劝说爱因斯坦出任以色列的第一位总统。爱因斯坦没有同意，古利安后来也没有三顾茅庐。这组照片是1953年，爱因斯坦在后院支起望远镜，看他一生研究的宇宙。据说他们的邻居有个小女孩，有时候拿着数学题，初中的数学题来问他。当时住着一个8岁的小女孩，叫阿德莱特·德隆。有一天，她带了几罐糖，按响了爱因斯坦家的门铃。小姑娘是来请教教授数学作业遇到的难题。小女孩的父母知道后，再三向爱因斯坦道歉。爱因斯坦则说：“没关系，我从你们孩子那里学到的和他从我这里学到的一样多。”后来，阿德莱特还带着同学来到爱因斯坦家，主人还招呼他们吃午饭。爱因斯坦用起子开了几瓶豆子罐头，然后依次在炉子上加热，分给孩子们和自己。后来的一个孩子回忆，就是豆子，连一杯水也没给我们。除了帮小女孩做数学，爱因斯坦还帮一位15岁的中学生亨利·罗梭的新闻写作课拿了 A 的好成绩。罗梭当时选了新闻写作课，老师说如果能采访到爱因斯坦，就能拿到很好的分数。罗梭于是来到爱因斯坦家，结果没有见到爱因斯坦。在房子周围犹豫时，宋奶奶公认告诉罗梭，爱因斯坦每天早晨9点半都会散步走到办公室。于是罗梭在路上截住了教授。等爱因斯坦同意接受采访时，罗梭倒忘了该问什么问题。还是爱因斯坦启发他，别问私事，问点关于数学的事情吧。罗梭的作业后来拿到了 A， 这事后来还被《纽约时报》报道了。这条路是爱因斯坦每天去普林斯顿大学走的路，我不知道这个石板换过没。前面先路过的普林斯顿神学院，觉得很神奇。据说爱因斯坦每天就是走路去上下班。爱因斯坦喜欢走路，每天早上从梅瑟街走到他在研究院的办公室。有时候他会突然停下来想问题，周围的人也不敢打扰他，以致他走路出神的样子成了小镇的著名风景。每天走过这条小路时，他都要经过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。爱因斯坦成就他的信仰这样说：“我不是一个无神论者，对我们有限的心灵来说，这里涉及的问题太大了。我们就像一个小孩子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图书馆，里面藏有用多种语言写成的书籍。这个孩子知道一定有人写过这些书，但不知道是如何写成的，也不懂得写作所使用的语言。他隐约怀疑有一种神秘的秩序掌控着这些书，但不知道它是什么。在我看来，即使最有思想的人对待上帝，应该就是这种态度。我们看到宇宙秩序井然，遵从着某些定律，但我们只是模模糊糊地理解这些定律。这是家餐馆，以前就是爱因斯坦来的。离住家不远的这家餐厅也非常有名。曾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施一公这样回忆，当年他求职面试时，晚餐就在这里。系主任告诉他，这是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22年中最喜欢的餐馆，并指着一张爱因斯坦卦象下的桌子说，几年后，如果我邀请你在那张桌子共进晚餐，意味着你就要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终生教职了。1955年，爱因斯坦去世后，这座房子由他女儿所有。
直到他于1986年过世。后来房子归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。1989年到2001年间，现任教麻省理工大学的物理学家弗兰克·威尔切克到研究院从事研究，提出的一个条件就是住在这里，并一直在屋子里给研究生上课。2004年，威尔切克因在粒子物理学和凝聚体物理学的成就获得诺贝尔奖。房子的故事还没完，威尔切克搬走后，又搬来一位大咖，入住的是高等研究院的埃里克·马斯金。他是研究院社会科学学院的教授，后来任教哈佛大学。2007年因在激励机制研究方面的贡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。马斯金是在2012年搬离这里，此后门前挂上私宅的牌子，空闲至今。